有些人呢，你还真的就是他行，你就不行。那当然。你马爷，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而且有些人大家就喜欢看他行。是一般来说呢，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女性相对都比较封闭。真的，在男性社会里，我们今天我这么一说男性社会，肯定会有人骂我哈。我们现在说男性社会是全球的一个文化特征，就是你文明行到这会儿，它就是个男性社会，慢慢会向女性社会过渡到那会儿的时候，我们就变得比较自在。哎，我怎么觉得我跟这个小迅在朋友圈里，好像男性社会对他来说不存在似的。对，那我现在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可能不是我可能就是我对这个没有一个，因为可能我小时候读的书也不多，对，然后这个对我来讲不是一个限制，或者是一个我知道这是一个男权社会，或者是就是那个女人就是会比较干嘛的，就是我不知道，问题是我不知道，那所以我的相处其实我没有分你是男人或者是我是女人，就是可能从接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去分这个。你不分可以，但男性不能不分。我们翻过来说哈，如果他跑一堆女的跟前，他把他自个儿打开了，劈叉打开，对，你把你打开，你会有什么后果呢？后果这些女的背后说，文涛啊，这人不能再招他啊，说他这没大没小的，一点规矩都没有，这就是男权社会的一个特征啊。就是当你陷入一个女性包围当中的时候呢，你就不由自主的变得比较矜持，你比平时矜持。这就是把自己稍微关拢一点，这社会文化现象很正常。但是你看马爷，你说这个话，我就想起来这个《红楼梦》里哈，这《红楼梦》有一段话，就是说呀，我忘了是谁说的了，好像贾雨村跟人说啊，说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种人，这种人呢，就说是天地之间的一种灵气儿，我估计也可以叫一种邪气儿，就是你不能用一般的善恶，或者说男权女权去框他。你比如说他举几个例子，他说你比如说是李后主这种，或者说是宋徽宗，哎，像这样的一种人，你也很难说他是正还是邪，但是好像人群当中总有这么一些少数人，这算不算是一种性格魅力啊？我觉得亚东就挺有性格魅力，也不是像我觉得我跟他不一样，就是你刚才说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跟他职业有关呢？比如说我是表演的，所以我觉得他打开自己是必须的吧。如果你不能，你要在看什么地方吧？哦，明白。对。那如果说像比如我可能演戏我没法演，如果你让我演一个东西，还演过一个，我是演过一个，对，你们俩演过什么？对，演了一个小短片，我客串了一个小的很小的，客串了还演，客串了，对。但是就不太会演，你不要给我什么，所有像我这种我们的性格就不行，就有的人是打不开自己，比如我此刻我只能发挥自己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部分，我必须要完全自己的情况下才能打开自己，那可能就跟职业有关，比如说我编曲可能自己熬一夜或者熬1个月，都是自我的那么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你就不可能，无论工作也好还是平时你身边的人肯定很多，就你能在众人之中打开。这也是得看，就比如说我前阵子有个朋友，他让我说去身临其境，我说我不行啊，我说我在现场，我只能在现场才能这样，你让我换个地儿，我可能就不行了。就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环境，一个习惯性的一个东西，就是你那么说，我就是说这个职业的分别也是有关的，因为我从小拍戏，其实就是每个戏都是一组一组一组的人嘛，就是你要在这个剧组里面去接触很多人。那在接触很多人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父亲给我的东西也有关系，就是他也是就是说希望大家都是很平和的，就是很融洽的，就是在一块儿去度过一段时间的。就包括从小他就跟我们说叫什么家和万事兴啊，家和万事兴啊，所以这个可能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观念。你累吗？我不累。你知道我很想知道你一个人的时候，
因为你看，你像我也是有这个社交恐惧症啊，这不太像是吧？但是呢，是我能理解他，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们朋友在一起了，我就觉得呢，要是有个像马爷这样的，能让大家开心，我就歇着了。但要是没有个马爷这样的，我也是觉得我得耍耍宝，让大家开心。我也会。但是那个给我的感觉啊，好像主持节目，就是真的，就是说众人散去，我自己在家里还是郁闷。你呢？我们都走了，就剩你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倒不郁闷，就是因为我觉得能够，因为我也不去接触太多陌生人，对，然后我能接触的其实都是我相处很长时间的朋友，对，所以就几乎郁闷这件事是没有。但是比如说平常我一个人，我要是不拍戏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无聊。对，因为比如说我看电影也好看剧也好看什么也好，它总有不想看的时候。那我又不是一个好读书的人，但是呢，我家买很多书，很多书，我坐的沙发旁边全是书。看着他们就高兴。对，看着我就觉得我读了。不是，大部分读书人都是这样的，书不是都读的嘛，那个书越多的人读的就相对越少。是吗？那当然不是，那好，我们家书架上的书多了，比这屋子那不可能都读。书是一部分是精神支柱，另外还有的时候呢，你会突然觉得这本书有用的时候，你会抽起来看一看。读书有很多种。对。有精读和粗读，还有就是打开就算读了，翻开看2页觉得没劲，也算读了。你看你也变得挺大。我变了，对，因为你说我是怎么变了？我觉得因为我们认识好久了。我觉得你现在变得，照黄觉讲话呀，他的分析可能不一定对啊。他说呢，这个慢慢的呢，他还又露出那个江南女子的那一面，就是说越来越家长里短了。现在周迅到哪玩呢，父母亲一定要在旁边啊，心里觉得安心。到哪去旅游，一定要带着爸爸妈妈一块儿去，而且呢，好像是更在意身边人的感受了。对，你是不是觉得你有这个变化？对，因为我其实。就是当然小时候自己不知道了，但是后来有几次我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我在看那时候他们给我拍的照片啊，或者是后来比如说老黄啊，就黄觉跟我说的那些东西啊，就我觉得自己，哎呀，怎么会这个样子？就比如说我跟老黄打电话，如果我心情不好，我就会给他打1夜电话，我也就是可能喝醉了，我就觉得我怎么这样，你知道？但是其实心里边我是不想朋友这样的。对，然后你是不想朋友对你这样？不是，我不想朋友就是去遭我那个罪。那可是如果他遇到什么情况打给你，你要听吗？我听啊，但是所以他就是爷们儿嘛，爷们儿。对。但是他几乎不会，就是。所以你理解，他不会跟我吐那个。我理解性格的不同，就是比如我永远不会给别人打电话倾诉什么，永远不会。但是我也永远不要听任何朋友给我打电话跟我倾诉什么，就是因为我从来不给别人打，也就不会有人给我打。那这其实是个性，这个真的很重要，很重要。这个你知道，他说这个让我想起啊，就是我有一次跟我一个就是一个老画家哈，他常年在英国生活啊。他一般我跟他们讲，就说我母亲的病情啊，我在家里怎么着，这不是跟好朋友在讲吗？哎，完了之后他就跟我讲，我觉得挺学这个教养的哈。他就说，就说这个场合啊，你一般自己母亲的这个事情啊，最好不要跟大家讲。我说这不是朋友才这么讲吗？他说你这样讲呢，别人会有一个负担。他就跟我讲，是不是老外就会觉得这样，就说你掏心掏肺把你的这个跟我讲了。会不会给我构成一种压力？或者说，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说，凭什么我们要听你这个呢？对吧？哎，你看，它是另一套这个规范。对。可是我又觉得，我们朋友之间好像不过这个，就是有点这个家人一样的，或者就是还是说这个中国人有点不拿自个儿当外人就是对吧？就觉得，而且尤其是他。我就你虽然有家，但是给我的感觉，那老像是个这个四海为家，或者说无家可归的
那么个孩子，他长得这个样子，我就觉得他在轨外。我不是说你出轨啊，就是说他在我们一般的朋友交往之道的这个轨外。你就好比就是说，我就说你让他，其实了解他的人就知道也算饱经沧桑了，但是他永远这个脸像孩童一样。然后呢，你看见他这个孩童一样的脸呢，你又觉得他经的那些都不是沧桑。所以这种人他很少见到，你觉不觉得在朋友圈里，就变成大家觉得，哎呀，小勋要是有什么招呼或者打个电话，那都得宠着他。哎，你说这玩意儿，咱这老苍头能活到这份上吗？他无非就俩事儿嘛，一个是倾诉，一个是倾听，是吧？就这俩事儿。亚东刚才说我在想哈，他说他从来不会向人说，我也从来不会说，我从来没有任何事情不是靠我自个儿想通的。那么我能不能听？我跟他有一点不同，我能听，你们谁来跟我倾诉，我愿意听。但呢，他有个度啊，要你那个倾诉1夜，我肯定受不了。1小时为界啊，过去现在不行，现在的电话打不了1小时，现在电话10分钟就扛不住。现在你打长电话吗？现在打煲电话粥的人越来越少。现在很少。对，不像过去。对，过去因为你没有微信，没有这些这个的短信功能哈，发个语音，过去都没有，你只能靠打电话。过去煲电话中，在很多影视剧镜头里都是一出戏，这电话架在这儿还做着饭干什么呢？是不是？现在没有什么人给你打电话，我电话根本就没声，我现在手机永远是静音的。那过去的人呢？朋友之间该倾诉的日子早过去了，就像他们年轻才有各种问题，我们现在能有什么问题？哎，我这岁数谁跟我谈感情问题，那个让我说就是一句话就给毙了。你现在是问题少了还是问题多了？比年轻时候？少了，肯定是少了嘛，那就是还用问吗？需要倾诉的时间也少了。对，他现在也不会花1小时跟人倾诉了。对，不是，他也有一样，我发现你倾诉的对象也有一个让我们挺自卑，基本都是帅哥。我承认我外貌协会，但是我就是每个人认定的帅和美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再帅再美，他要是没有这种，我觉得就是还是性格魅力。我是在哪儿看见过一点，就是说俩男孩子挺帅的走在街上哈，然后呢，突然有一个瘦小的小女孩噔噔噔跑到他们前边，好像叫自己后来的女伴哈，你们快点，你们快点，快点。其实是在干嘛呢？其实。是，你知道那时候就是小时候就是玩的一个，现在叫套路，对吧？就是因为我们读舞蹈学校的时候，就是也是会就是看到这个背影挺帅的，我们就会跑到前面，其实是想看前面帅不帅。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后面有3个女孩，我还有2个同学，对，然后那时候是北京。对，刚来北京没多久，对，然后那个就前面一个老黄穿就那个时候还是那种就跳舞的男孩嘛，穿破牛仔裤啊，是那种，对，然后还有他一个同学，那就觉得啊，这俩背影这么帅啊，对，然后他们俩就说你来，我说我来，然后我就跑到前面看一看，哎，上来的就是说明不错。你别看他像个孩童一样的脸，我觉得他见证一个时代，真的。其实就说今天的可能你的年轻粉丝哈，未必了解你的这个来处，就是实际上呢，就跟咱们年轻的时候那个年代那么一路玩过来的，我对他有那么一种亲切感。而且呢。你看他出这本书啊，好多这个导演呢，曹保平也好啊，还有娄烨也好啊，甚至是许鞍华也好啊，我发现他们写的都有一点怎么说呢？对于今天拍电影的这种非常专业化、上规模的方式啊，那种有点埋怨，甚至是对于早年，就是虽然没什么钱，但是呢，就是一些年轻男女，我们在一起。白天拍戏，可能晚上去酒吧喝酒，可能这个戏一部戏没准几万块钱就能拍一部，但是那不重要，重要的好像你可以说它是个电影，也确实出了一些好作品，对吧？但是好像留给当年的参与者心里更多的是一个哎呦那样的一段这个生命啊，就是你说是挥霍也好啊，你说是玩也好，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小时候
拍戏就是其实刚开始还是比较，因为我小时候电影院长大的，其实那时候还聊起来，我说我没有读过电影学院啊或者是什么，但是其实后来一想我错了。其实比如说我在电影院长大，我看的那些演员的戏，其实他们都是科班出身，等于是就间隔了一个荧幕，等于我被教了嘛。那刚开始确实是因为那个年代没有什么，那个年代女演员胖和不胖，就根本不是要说的一件事儿，根本不属于在讨论范围。就是你是多胖啊，或者是你的那个就是有没有就是不是一个讨论范围，但是现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讨论范围，对。但是那个时候你唯一要去做的事情就是你要把你的专业弄好，对。所以我刚开始就是说碰到邵宏导演是非常幸运的，他就跟我说你什么都不要管，就所以就是说你就好好演戏。对，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是种下了这个种子，而且在我小时候我达到了，不是说我达到演戏水平有多高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比如说我脑子里的不管是肾上腺素也好，我的肌肉记忆也好，我的脑子记忆也好，就我知道我那个戏到那儿的那个舒服感。就是自我感觉，自我感觉，这个是别人很难体会到，他自己知道这个行不行。对对对。然后如果我现在就是拍戏，如果我现在不到那儿，我就过不去。就是自我感觉。而且常年累积，跟不同的导演，他有更多的叠加。就是说，可能我的肌肉的记忆，或者是我脑子里面的那个情绪记忆点，可能越来越深，越来越浓。近一些年，我觉得就是时代就是变了，对，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快的时代。大家没有人像我们过去看一个戏可以那么多人同时看一部戏，现在基本上都很少，大家都很短暂去找一些点，都在找那个点。如果你没有那个，他就很难接受。听歌也一样啊，就是选择多，我觉得不珍惜。对，像过去，比如说。就是我跟马老师前2天还说，过去我们去买一个，比如夏天想吃冰棍，只有1种。你现在去打开，我要吃哪个？你要选择。就是很多时候你会说啊，我懒得选择，随便拿一个就算了。所以它并不是，也吃起来也不会那么珍惜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所以你看那么多歌，那么多戏。所以人们关注的点确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是，确实对，比如说真正喜爱表演的，像他这种，有可能人们会忽略掉他刚才说自己认为很舒服的那个点，而去关注你可能根本不在意的东西。就比如我写一个歌，好吧，我说我那个歌有一个很好的点在，1分半的时候，可是。前20分钟已经被人关掉，就是会这样。对，人们都很快。对，这怎么办呢，马爷？简单的说啊，就是高标准是需要全民族的这种素质提高，素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命题，就各个素质。我们今天不能说今天的孩子的文化素质不高，他们学的东西比我们小时候要学的多得多，他们接收的信息量是巨大的。但是有一点，他刚才说他反复用了一个词儿是记忆，这个记忆呢，记忆是一个。不是一个刻意的记忆，是一个下意识的。你就是感觉到了这个记忆到达的那个点的时候，你自我感觉是舒服的，你就舒服了啊。对，你自己就彻底明白这过了，这戏这条过了。有时候你差一点的时候，即便导演说行了，你都觉得好像还可以再来一下，再来一下。你看没有？啊，这种记忆包括他做音乐，音乐这东西啊，就所有跟艺术相关的东西呢，它所有的界是模糊的。他说的那个点，只有他自己明白，别人都找不着。别人除非特别敏感的说这块好，那这是专家。这种专家就是100个人里也没一个，10000个人里没准有一个，对不对？这个很少。所以我老说一句话：做事儿本身就不是给不明白人做，给明白人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来了10000个人看了你这东西。里头就一个明白人，这人明白把这事儿说出来，这就够了。剩下的人全是看热闹。周迅，哎，你们俩终于在我们这儿聚首了啊！瞧瞧坤哥，你们俩感觉现在就可以那个眉目含情了。你们俩还有情吗？
哪方面的？请问您说。哎，这正是我今天想探讨的问题。哎，他们俩在一块儿真的是可以聊聊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这个关系，能够有多少复杂性？哎，坤哥，你觉得这个迅哥对你来说是个什么样的朋友？就存在着呗，存在这现在就几乎就是像家人一样了，对对，那个情已经是像家人一样了。可不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第一次拍戏的时候，相雾的时候，我第一次拍这戏，我抱着他，不是要有抱着他的戏，我就一直抖，对，为什么呢？跛抖。就紧张嘛。一个是新演员嘛，第二个是，就小时候我们就看迅姐的戏长大的，有现在迅姐，你看到他这从苏州河里面走出来，抱着他真的抖，他是控制不住的，现在没了，是吧？现在是左手摸右手了，是吗？啊，现在反正因为我们去年就又拍了2个戏嘛，就是现在有一种那个感觉也挺逗的，就是其实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呢，因为成长，因为这又有陌生，然后因为角色的不一样又有陌生，所以那个跟小时候那个又不大一样，从不熟到拍戏就是那种就是咔刚笑完然后可以含情脉脉啊。哎，那我问一个刺激性问题啊，这我很好奇。那像你们俩这样，就是哥们儿吧，或者说就这么好的啊，比方说要演吻戏，别扭吗？不别扭啊，干嘛别扭？我跟他拍过画片儿的时候，对啊，拖得特别少了，我紧张半天，我要跟你们俩演嘛，老赵跟你，对，哎呦，我都痛苦死了，就是都是生活里面都是死党的那种，但那个沃尔善导演就说坤，你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羡慕你，而我那个时候，您知道，就是那个就紧张啊，就说这没怎么演过，但是也因为是他和老赵，我也一边紧张一边可以相信，但是也不觉得尴尬，其实对，但是我们其实也喝了一点酒，就是说让那个就是对，因为我们从小的教育啊什么的，其实也都没有到那么开放。对，就是我们俩就住楼上楼下，老在一起。如果我去他那儿，或者他到我这儿，就不会穿成一个睡衣睡裤的那种关系，你知道，就是我觉得我跟小迅有点那个什么，就是其实我们生活里面也不是老在一起的，不是老在一起的，就是只是从小到现在20年了吧，就那个心里就是觉得他只要出现就是啊，好，你来死党。对，所以我就特奇怪，像演员之间混成了这种关系啊，他拍感情戏，就是他有一个借力的躯壳，是在于我们有一个人物。就是在当时的时候，你忘了他是周迅，就是那个角色。对，小时候没有人物，就是硬演那个人物的时候呢，还是陈坤去跟他演的杜心雨接吻。而现在成熟的快乐的点就在于我不是穿上，就我是跟那个角色做了很多准备，我跟他融入的时候，是这个角色可以去亲吻他，非常快乐呀。为什么不？您知道这个吗？就是如果你回到生活里面，会觉得死党哥们儿也不会拉你，也不会去亲你一下。当然我喝多了会亲他呀，但是就是拍戏的时候我根本无所谓，因为我有一层我觉得理所当然的，比如我演的夜摩天跟郑一品，你演的郑一品，看的眼神就不是陈坤看周迅的，是这个角色。啊，我的理解的这个角色看到我理解到的这一片，这就是专业，舒服的。你知道他说这个，我一下想起一挺逗的事儿，就是前些年，我不知道多少年了，你看跟一个男演员拍这个戏，他们刚拍完呢，男演员也是我们哥们儿啊，回来讲，我把我笑坏了。周迅说，当时呢，他是躺在地上，这男演员是不是？这男演员当时在哭，对吧？哭是要跟他接吻还是要什么的？这男演员就是什么？他就是哭，我死了。啊，我死了，接什么？对你死了，然后他哭。但是这男演员呢，他有个毛病，就是他一哭呢，不是流眼泪，是流鼻涕。然后周迅说，在下面看着他那个鼻涕，嘚儿快到脸上了，这下去了，嘚儿。对，你跟我说过。对，但就是这种你就是拍戏有些时候就是会有这种好玩，就是比如说，因为比如说有些时候情感戏就是你就是情绪一大，因为每个人说话方式不一样嘛，所以他可能有些时候会喷很多口水。对呀，对呀。对，然后有些时候比如说你胡子
胡子，就比如说男孩儿就粘胡子，可能有些时候是歪的，就是，但是你一定要就是把那个，就我们上次拍那个，就我们刚拍完那个，你不是说了一个什么，我就有一点笑，谁都没看出来，只有你看出来了吗？你记得吗？就是要那种。掩饰，我都忘了你是一个什么表情，还是一句话，我就快笑了。对，你说错词儿了，你就顿了一下，完了之后你继续演下去，完了之后我还是在继续演完，因为你的那个微小的动作让我一下客观了，然后我就一下子回到就是我在观察你了，他不是我们俩的那个人物状态里面，他不是顺的。完了拍完了我说笑哈，他说我说没有，完了看回放也没有，他说。被你看出来，说不是因为离得太近了，就离这么近，你说是不是？对，因为那个真的到了一种心灵的感应的那个程度了。对，因为有，就是你专注在那儿的时候，他不是那个演出来的节奏，是你自好像里边哈，就是有形的已经感觉不到了，但是可能你们两个人在那种状态下，心思是非常敏感的，演员呢非常敏感的。你看啊，我从很年轻就出镜，什么事儿都有。就是对着这种镜头，我什么都不怕，我可以对着镜头说半天也没事儿，但我绝演不了戏，因为演戏是另一功。我老跟人说，那根本不是一个功夫。有无数个人都找过我演戏啊，邵宏导演就找过我，拍《红楼梦》的时候，他让我演那个冷子兴嘛，就是后来英达演的。他还告诉我有大段的台词，我一下我就崩溃了。我说大段的，我能背的古文，我要在台上我都背不出来。那么，演不了戏不是没试过？试过，我去试过。人家我原来有朋友，这个演艺界朋友多嘛。有一回，说我还是在出版社呢，打电话说，说你们家有好包吗？我说什么叫好包？说名牌包就是好包。我说有。他说你赶紧过来一趟，我就过去了。那时候我们出版社在12条嘛，东四12条，他在7条拍戏。拍戏到那以后呢，就说。说你呀，就拎着这包，说一会儿你敲那门，就把那姑娘领出来就完了。然后后来我说不是要包吗？怎么我人还得上去啊？人家说呢，这个说没人了，你就弄着。那我说我什么身份？我还问一下啊。人说你演一港商，我那时候你想那时候都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港商什么概念？我自个儿什么概念？然后我第一个反应，港商应该比你皮肤好啊。对，我第一反应你知道是什么吗？是这包吧，拎在左手也不合适，拎在右手就自个儿在那拎半天，就怎么拎这包就没法拎。然后到那门口一个，我敲门的时候，我自始至终没敢看那女孩脸，我到最后都不知道那女孩是谁，就是眼睛就抬不起来。然后后来等我都演完了以后啊，出来，然后我演不下去，你知道吗？那胡同里全是人围着，全是人，我就演不下去了。然后我突然就不演了，我就说跟导演说，我说得清场。导演看着我说：“你多大腕儿啊？说这胡同里我上哪儿清场去？就是你这么个破事儿，你让我清场？”我说我确实就崩溃了，就完全崩溃。对。然后呢，最后这过完了以后呢，我当时就一个反应说：这戏千万别播出去，不定把我糟蹋成个什么样呢？那个叫我那朋友就跟我说这包还不错，这包送我得了吧。然后我还赔一包，然后还丢一人。最后隔了很久哈，人告诉我说那戏没播出，哎呦，把我高兴的呀，就特高兴。但是我知道有一点就是，你不是演员，你就绝做不了这事儿，你脱不下这个壳。没错啊，你这个是个什么壳呢？是个理性的壳。对，就是咱们呢不能相信，太理性了。我觉着你们就得练一种认假成真的本领，就是明明呢是假的，甚至那就是个镜头啊。对吧？那怎么能焕发起心理就当真呢？我这段时间有个进步，就我小时候当演员的时候，因为特别自卑嘛，就是老是演出来，我这好像准备好了啊，或者说上个舞台啊，其实心里很慌，我呢就花很多能量去演，我不紧张，我充满了自信，有些时候演过了还让人讨厌，就是我自己回看的时候特别傻就那种。但是我觉得我这2年我特别的高兴，就是我们可能做了山下学堂的缘故。就我们老是在跟孩子们聊说，我们要本真，我们开发天性，不是身体的天性，是内在的那个理解的天性的时候，其实以前我也在追求这样的东西，但是可能做这个事儿，它无形中给我一个提醒多。我今年年底出去做2个活动，
做2个活动就要上台嘛，还要说台词儿哈，我上去就紧张，我都说错词儿了，这不应该的。你想想，我是多老的演员了，20年了，你想想，老戏骨。对，因为上台你要让我说个词儿是根本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我真实看到我紧张，别人我深呼吸了上去了。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大的进步，是在我生活当中自然了。我接受我生活中的这种自然的状态，有可能是一个对于演员来讲是一个更好的，因为以前生活里面花了很多能量在扮演某个东西。明白。就是你现在就是每个阶段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审美标准，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哈。因为我们到40多岁，可能身体开始衰老，但对心理的那个东西的追求，其实不断的在提高的。哎，你讲的啊很有意思，可能马爷就有这共鸣了。过去就看中国这个写这个书画啊，有一个讲究叫熟后生。深主就是说你熟练了，比如说你演员。演得非常熟练，七情上面都在脸上，这技巧哈，这个把面部肌肉调节的都很好。可是呢，这只是一个阶段，对，再高一个阶段呢，你得像孩子第一次演戏一样，你还是有那种生，就是他们认看好的这个书画，你看又有一种那么个生劲儿，像是第一次那种欣喜，哎，这个他能认识到这个程度，跟修行有关啊。就是我觉得，就全来真的挺好，就是你来真行情的。哎，你觉得他呢？他紧张吗？他演吗？他真吗？小迅是特别真实的。干嘛使眼色？没有，说。不，它是一个循环，螺旋式上升哈。我觉得坤哥说的这个哈，也可能是误解，但是好像是我能理解的。但是周迅的内心，我不是完全能理解的。我觉得他好像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他经常给我像我们，你看能理解小时候自卑，演戏的时候紧张，这都是能理解，然后克服，对吧？你是怎么来的呢？我也自卑啊。比着自卑是吗？不是比着自卑。你紧张不紧张？我其实紧张，我其实拍戏或者是什么，我还真没有特别紧张。好，你上台比如不拍戏的时候有没有过紧张？有紧张吧？你看，只要回到生活层面，你和我都会紧张。我以前比如说，我就避免不了我要去参加一些活动，对，然后我的方式就是因为活动一般不都有酒嘛，我就先去酒吧，先去放酒的地方把自己喝啊，然后就是这是一种放松，要不然我就不知道你好吗？你好啊，最近怎么样？挺好的哦，我就不知道话该怎么往下说。所以因为我了解，我就知道跟他不用提问，只要干杯就好。哎，是不是这种简单能够让你看，你只要一进了角色，你就不紧张了，你觉得那不是你了。我也不能说那不是我，就是说，就是现在，就是说这几年能够很清楚的，认识到，其实你说你完全转化成那个人，我觉得不大可能。因为也是因为你的认知、你的生活经验、你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才能有那个人嘛。那换一个人来演，就是应该就是说是完全两个东西的。所以我就对这个演员的这个心理结构啊，我就特别感兴趣。比如说，就是像你看你的朋友哈，我们感觉就是坤哥啊、黄觉呀哈，其实你觉得为什么你们会成为特别好的朋友，或者说要当你的这样好的朋友，你觉得往往有什么特点？我觉得他们都挺诚实的，而且有那种善心的朋友。还要有颜值，对，文涛一直在说我是那个，我自卑就在这儿了。那你说他是不是有点外貌协会？不有，我是因为是觉得啊，就是咱们上一回不是聊嘛，他从小看电影，你知道吧？他有点，你看我生活里的故事啊，是不是说这个男的也要像男主角一样？有没有点这个感觉？没有，他刚才说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诚实。诚实是一个内心的感受，就我觉得你诚实，你诚实不诚实对我不重要，我感觉重要。我如果感觉你很诚实，我就交往中就特别放松。如果人内心特别敏感，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你对面那个人不诚实，你那门自个儿就关上了。对，你马上就很多事就不想说。这就叫真诚。真诚，对，就真诚。真诚无敌的。真诚的好处是容忍对方的一切毛病。
对对对，我有很多朋友，就过去朋友就特真诚，啊，就是那么多年，就毛病特大，毛病大到什么程度？就他到我们家玩，每回都偷东西，每回都偷，偷完以后他回家又给我打一电话说。没看住我吧？今儿我家拿了你瓶好酒，那叫爱好，行吗？对，他知道，就是你也不能怎么着，对不对？这朋友嘛，这都能容忍，也没有从内心说，我操，他怎么拿我一东西，什么都没有，就是觉得，哎，这能，他诚实。如果他拿了他不跟你说，那让你知道了，那就问题就大了，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对，我还真是觉得，就说人要不说都是平等的嘛，就每个人内心都有很多面，有的时候咱就说，对你比如说你要有的朋友哈，哪怕全世界都说他不好，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当你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你这就是朋友啊，这就好像我能谅解，我能理解，是吧？那你能从他那个角度去想他。干嘛这样？他或许是因为害怕，或许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或许那你做的这个决定就是不大好嘛，就是你只能跟他说，你就是你就这样不能这样嘛。哎，但是他还是你朋友嘛。对。对啊。你觉得为什么你的朋友能维持这么长时间呢？你们都20，不老聚。哦，老聚就完了是吗？不老聚，不老聚，所以维持的也算是老聚了。我也没出去跟谁老聚。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觉得漂亮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觉得朋友啊，他有一种，就是他认可了之后啊，就我有些时候是看一些年轻弟弟妹妹，我只是看戏，因为我是观察人物练习，从电影学院就学习这个，我就一直通过他的演戏，他可能演得好不好没关系，但我从他的眼神里面，我们觉得这个人可能值得交。生活里面碰一次，我就会很亲近，这就叫辨认过眼神是朋友。他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看到周迅，不了解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需要保护的，也确实是啊，大家对他都有一种需要保护的。可是实际上我了解多了，我就觉得啊，他心里有这个保护者的一面，或者不叫保护者吧，就是你比如说上次我就听黄觉跟我说，还是我看了黄觉写的一个什么东西啊。他说说我就喜欢让周迅啊送我东西，就是上次送了个几万块钱的，是吧？他就说我就喜欢，不是说我买不起啊，我就喜欢有人送我。每个人不一样。然后后来说要买个摩托车，说10几万。自行车10几万呢？不是自行车10几万，是自行车5万多的自行车。我就说你为什么要买5万多的自行车？我说那你能不能买一个1万多的，然后别的去捐了？对。然后他说我不要，就是会有一种，我刚才讲为什么会维持那么长的时间，我觉得就是互相给互相一个地方可以自在的待着。那你为什么可以跟一个男的能混成这种关系呢？因为马爷不刚说我有非常爷们儿的一部分吗？仗义的这一面。就是比较男孩化的，对他性格很容易跟男人融合，对对对，而且还不落猜疑，是吗？有想法会把想法压制到可以克制的程度。是说他们俩之间，还是在外人中间？男女之间，外人之间，就是比如我跟他生，大部分男人对漂亮女孩都有想法，这是生理现象啊。如果你说我看谁都没想法，就是。那我觉得你这人生理上有缺陷啊，那么有想法归有想法，我们为什么有文明呢？文明是克制自己而已，就是克制到不能达到你所有的人生目的嘛。有想法不是个坏事，就怕没想法，看什么都没有想法，这人就活着挺没劲的。你有过想法吗？不是真的。我们俩还特别奇怪，真是没有过想法。完了，我能理解。对，就是。我妈就特别喜欢他，我妈每次跟他说话都是这样。对，可不是吗？对，但我觉得我们可能就过了那个劲儿了，过了那个劲儿了。一开始那个劲儿就有点像师徒关系，是吧？哦，你开始觉得他是个姐大，是不是？不，表演艺术家，崇拜啊。对，我们就可能那个劲儿就已经就。擦肩而过。不是，而且我还听一八卦说，他们俩就是要不说过命的交情。说有一次演什么水下的戏，对，就是他差点给憋死了，但是周围拍的人不知道，说是你把他给救了。对，因为比较了解他的戏，所以因为我看他呀，他看我的表情已经是，我看他的表情和他的心理活动，就从我以前看他的电影到看他的戏，
并且我还在向他学习嘛，有时候他的作品我也学习哈，还在跟他一起拍戏，所以我非常的了解他，就是他有一种某种正常状态和非正常状态，哪怕在水里面我也知道。啊，你觉得他当时不行了？是真的。然后他推我一把，我就不停的往上，不停的往上。然后因为我们都是古装戏，还有大头发的那种，就下水就很沉嘛。然后他的衣服比我还沉，因为我的衣服是丝绸的，就还好。但我那个头发长啊，我头发快到这个小腿肚子呢，一下去啊，就整个这呱就跑到这儿来了。他那个还是那种粗麻布的那种，一入水不更沉，然后他就从下面把我推上去了。所以这真是我听他们俩的这个交情啊，我听着就特别羡慕，而且我特别理解，就是说，因为那个我觉得我自己也有，你像当年最早我们跟那个鲁豫和歌辉，陈鲁豫和许国辉。整天玩在一块儿，就说实在的，在一个房间里都睡过啊。当然什么都没，这就是好朋友啊。不用解释，不用解释。这现在什么都得解释啊。然后后来他们就到哪种程度，就是好的，也是我爸爸妈妈，特别喜欢。有一次还挺伤害鲁豫的，我记得我妈跟我说你们都处了那么长时间了，是吧？你怎么没跟他们好啊？我说我们就没那个感觉，哎，我妈还不依不饶的说，那要是说什么，那要是歌辉不行，鲁豫也行啊。为什么叫鲁豫？但是我就你看啊，就好像有两种，比如说世俗层面上，男女两个像你们这么好，我觉得有任何猜疑都太正常了，对吧？可是呢，这个局中人呢，我后来有一个体会，就是这个语言的无力啊。就是你看，咱们给很多种感情起了个名字，友谊，这叫友谊啊，这叫爱情，是吧？这叫闺蜜，这叫什么？可是我又发现，你真实的跟一个异性的之间的关系啊，那个丰富性超过这些名字。对。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就是友谊嘛，你觉得好像跟马爷这个友谊也不太像。你说什么叫邪念？我觉得也不能说有邪念，但就是有一种感情上的依赖。依赖啊。那这个依赖叫什么呢？它也不就是朋友友谊也不足以界定它，爱情更不是那么回事儿。你们有没有感觉就没法形容？实际上，现在唯一可形容的就是一个中性词友情了。既不是爱情，也不是友谊。那红颜知己、蓝颜知己，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倒推吧，大家都是感兴趣是异性的友情，或者是比如说阿猫狗跟你的感情。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主动升起这个情感的这个人，是否真的？我们假设一个叫爱字吧，我们很容易把爱情变成是睡觉那个关系，或者是我有一天跟我的儿子聊天，我们在那聊到，我说他因为16岁、17岁了。他说他要处朋友了，我们俩的姑姑也在跟他讲啊，你可以现在处朋友了，谢谢涛哥。他说那爸，我跟你汇报一下，可能我喜欢的女孩的样子。我说儿子，我们现在讨论一下爱本身是什么吧。我跟他谈了一个我的理解，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对他有用。我说你一定不能不观察你的心，你观察到你的心的时候，你真正去爱对方的时候，先不要管对方是谁。你先拥有了你真实去爱的主动表达，你真正的感觉，你静下心来，你觉得你为了他，你不会去世俗不累，但充满着喜悦跟愉悦的时候，你真正拥有了爱本身。紧接着才是这个感受之后的下面的反馈，对方是谁，他是否回馈。其实有一句话就是说我爱你与你无关，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我还蛮认可的。那回到我跟小薰的关系，我觉得也蛮有趣。其实，它是一种爱，爱是什么呢？我就希望你好，就是比如说，也不用面面俱到去思考，小薰你做了什么东西我都爱你。就是小薰反正舍不掉，你也舍不掉我，楼上楼下住着，父母关系都这么好，从小到要么是像这种爱，有点像兄弟姊妹的爱，或者有一点是什么？你做啥我都爱你，我也明明知道你做错了，我会回来跟你吵，我们俩吵得乱七八糟的。它不影响爱的本身，但是很多人还是把爱会具象的到一个概念里面，你们俩到底是啥关系？
也有些时候是个体单一创造一个关系。就是我们俩到底是独一无二。不是我们中国人把这个爱一定是跟性给勾在一起，对，他要勾不在一起，他就不说这爱字了。他跟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这个爱比较博爱。博爱这个词儿就是外来的，咱过去没这事儿，你只能专一的爱，你凭什么博爱？你逮着谁爱谁，这肯定不行。他刚才说他跟他儿子讲那番话，你那太深了，那得这研究生听，那谁儿子怎么能听你跟你讲那么复杂的？修行人说的话了啊！对，这个太深了。但是他从他这深里，我倒想起这个小迅，你说啊，你对这个陈坤也好，包括黄觉也好，就这些朋友的这个爱和男朋友的爱有什么不同？咱就不说性啊，就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呢？我就觉得最大的不同其实是没有要求。哎呀，对我刚刚心里就想到这个，对，就是没有，就是说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有要求买自行车就有要求，这不算要求，这不算要求。这个就是其实它是一种撒娇嘛，对不对？就是老黄他有些时候他就是会有这种是，对。那我觉得有些时候对男朋友的爱就是你会比较要求，就是说比如说。就是打一个很简单的啊，就是比如说，你早上说早安，晚上说晚安，有一天不说你就急。你是个在乎这个的人吗？啊，我以前是的。啊，少说声晚安都有点不到位啊。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习惯了啊，就比如说他刚开始每天都是早安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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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没了。突然有一天，哎，怎么了？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的东西嘛，对吧？而他如果从开始就不是早安晚安早安晚安，那你也就习惯了这个。我还有一个小细节，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个，我觉得我观察是，你注意力，你当你有了爱人的时候，你的注意力特别集中，对，这是一个极大的压力。对，我们死党在一起，别管我啊，对，你别管我，你也不要要求我，你的集中注意力，我知道我们是一种在一起的那种氛围里面，但是你也不会要求说，坤儿你必须要这样，或者你那样做的不好什么，我们俩不会嘛。老黄也不会嘛。对，但比如说，那我比如说有些犯傻的时候，他也会跟我说。那他有些时候，我觉得你那个时候，我也会跟他说。对。但那个东西不是说你必须要，而是就作为朋友一个，就我看到了，那可能你这样子，可能会为以后怎么，那你能稍微收敛一点吗？或者是什么？但是你如果不收敛，那这是朋友之间的嘛？对，这种爱嘛，那个就变成要求了。对，你比如说，我至少就能理解，就刚才坤说的这个，就是我初恋，我就能理解，就是你看很多年之后，我听我们班同学讲起这个女朋友，我才意识到，我连我们全班同学都没有同学了解她，就我根本不了解这个人。哦，那么当时爱的那种死去活来，实际上是爱的自己的这个爱，不是，就是我爱，我在想着一个人，我爱我给他写的诗，我爱我给他送的花，我爱我给他说的早安和晚安，你明白吗？你那个都是表象。但是他是不是那个人呢？好像都不重要。不是说不重要？是你没有认知这个范围，我觉得。那现在你觉得年龄渐长，你的这个认知成熟了？我觉得会比较。宽，对，比较宽阔。这个每个人的年龄啊和对情感的认知就是由窄到宽的一个过程。就你随着年龄增长，你肯定是越来越宽，越来越不狭隘。你能接受博爱，然后你包括感情的输出。我们说感情的输出不是按照常规说的这种感情输出，就是比如我有一个家庭，我对另外一个人也非常的好，不代表我背叛这个家庭。这个是个非常深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社会的变化。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叫这个，我觉得啊是人类的3次革命，第3次重大革命。第一次是农业革命，我们摆脱了那种狩猎的局面；第2次是工业革命，让我们的生活速度加快；这次是信息加智能革命。信息革命以来呢，就是我们每个人接受的信息远比上一代人要多得多，然后你所要处理的问题要复杂的多。过去的人，他夫妻之间非常单一，他为什么他就是生下一睁眼就这事儿。然后就是买菜做饭睡觉，就天天是这个。他感情他不会有更多的偏离。周圈的人就是邻居啊，邻居你多说2句话都会有人指你后背。今天你社会不一样啊，你演员更不一样。每天这剧组一搭，这1半以上的人你都没见过，对不对？你要跟这些人要是这个生活或者这个工作一段时间，
那我们生活中天天遇到各种人，那么在这种人在这种社会交往中呢，我们每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讲都会跑偏，没有一个人一生中每一步都是迈对的。我只是说我们生活中每一步都是迈错了，只不过我下一步能否把我迈错这个纠正过来而已。一个人能在这个社会成功，是纠错的能力比别人强而已，你没有什么先知先觉。吃一堑长一智对对，就是我犯一错误，我下回知道了，我知道揪回来，我不能再犯这错误。人在一个地方犯2回错误是比较笨的。但是马云，你讲这事儿有意思，就是有时候人呐，哎，我看你的书里还写，有时候人老犯同一个错误，我有时候自己都觉得很崩溃、很无奈。就是说，咱吃一堑长一智吧，但为什么我这辈子就老犯同样的一个错误？那是不是还是不够疼？如果真的够疼了，可能下次你就不会说，我疼到已经就是我不想再有这种情绪出现。你比如说，我永远犯的这个就同样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坑，事先我都看到了，我也跟人都说了，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都听了别人的，或者周围种种压力就告诉我你必须行，好，我最后呢都没坚持。最后呢，都掉在坑里，我就这个错误一犯再犯。没关系，你现在问题是你掉到坑里，后来爬出来没有？你不是爬出来了吗？爬出来就没事了。那爬出来再跳进去，那没事。那就看你自己要不要再跳进去。就是你那坑就没多深，你那坑就是没多深，所以他说你不疼就这意思。你那坑基本上一步又迈上来了，没事。你觉得他有变化吗？他疼过了很多回之后，我不太关心，其实这个事儿，为什么呢？就是我的逻辑有点奇怪的，就我觉得，就像我儿子一样，或者是小迅像我妹一样，你就该干嘛自己面对呗。你摔到坑里了，你要自己面对。你需要我的时候说我在。完了，你疼是家人一样，你不是你那个疼是必须，这是个珍贵，因为我不认为疼是不好的经验，主要是对，因为就好像有些人一辈子没有真的爱过，也没有真的失恋过一样。所以我跟我儿子讲的话题就是，我爱你们是因为你必须要经历，应该经历，像我要面对的东西啊，你担心我有用吗？我还是得经历，并不因为小迅面对了这个东西，我会觉得我特别担心。您知道这个意思吗？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疼足够疼了，变得成熟了，或者变得宽阔了，但是这个在外人眼里看起来会不会有些世故了，或者甚至说处理有些问题啊，没有像原来100%的把这个心捧出来给人。哦，不会，开始有遮掩了。不会，我觉得人都是从复杂假装自己真的热爱到真的变成真的热爱，成长是会让我们到最后是真的爱。刚开始我们小时候，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会注意他穿什么，我觉得审美很好，也是我爱的一个世俗的一个符号。完了，他长得好不好看，他有这个，到最后是你爱的，那他跟的是什么？旁人都没有资格聊什么话题。对，没办法理解。因为他到刚开始我们世俗小朋友爱的那个东西也是真爱，但是他这附着了很多理性的他的需求，而到最后到老的时候，越长大他爱的东西特别单一，就单一爱到什么程度？单一就是你不需要存在，我只要想到你我就已经很快乐，它也是一种爱，我觉得。他不会。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之后的看山又是山。他每次到现在，我认为他爱的比以前更辽阔了。辽阔是什么？他不紧抓着了。对，我觉得开始是这个。还有一个问题，辽阔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博爱。不是博爱。他说刚才说的一个观念很重要，叫疼，是吧？他说你没疼过啊。不是说没疼过，就是你没那么疼过啊，没那么好了伤疤忘了疼。我先告诉你啊，这个疼很有意思。我原来看过一个知识，原来我不懂。这知识说，生理的疼痛对任何人都不是好指标，是吧？你突然我胃疼，一会儿什么这疼那疼，都不是好指标吧？但是生理疼痛是人生最重要的指标。你如果不疼痛，你就离死不远了。是的，你不疼痛，你比如。你摸这倒的开水，你摸烫一下啊，这个感受是非常好的。如果你不知道烫，那你等他们都烫烂了，你都不知道。就有人疼痛消失，疼痛消失呢，他的生命呢，就随时可以丢掉。所以我觉得你要引申到社会学角度上讲，疼痛是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我不是有时候胃痉挛嘛，都疼。我疼的时候就说不出话来，
我就在那呀，我这算修行，我自个儿只能告诉我自己度过这一关。他疼到一定程度，他突然就放松了，就没事了，然后就跟正常人一样。但是他只要一痉挛，你马上就疼得说不出话来。但我脑子不会不想啊，我脑子就想我怎么样过这关。过这关我就想修行的事儿，就我人生必须有这一个疼痛，我就忍着，一会儿就过去了。哦，你觉得疼痛对你的好处是什么？我觉得修行啊，修行。我觉得那个是，比如说啊，就从我这个演员的角度，我觉得他真的帮我去看到一些人物的成长和人物面对一些事情的就真的反应。就我们上次说过，就关于这个当下的那个调动情绪、强刺激的那对个反应的那个不同性。还有一个就是说，当你就是说我是已经疼到，因为那个感受我不想再要了，就是那个感受我不要再经历这一次，但我不知道我以后是不是不管是我人为的还是我的命运要我去接受的，我不知道。但是你回想起来，我所去经历过的这些疼痛，我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而不是说你不会付出或者是什么，而是比如说我的缺陷在哪里，我对于谈恋爱的这个缺陷在哪里，那我就不要去犯，因为那个疼痛我已经不能接受，我已经不能接受了。就是你就是比如说就像那个辩嘴好了，我现在连辩嘴我都不要，就那个黏腻的感觉，我太不喜欢了。哦，对对。但是这一切又是为什么？这个来源在哪儿呢？你知道，我现在有时候觉得人跟人呐，真的是不同的。我们往往拿自己去想象别人，但是你比如说，像小迅呢，我就感觉，我生活里也见到有些人，要叫我说，就是每个人都是个能量团啊，你觉不觉得？哎，有的人就是欲望没有那么强，有的人10点钟就困了，这就要睡觉。有的人3天3夜不睡觉，跟年龄都无关呐，你这年轻人都熬不过呀。那他这个能量啊，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要是用在感情上，我的天，那就是你知道我的周围朋友圈就有些那个，我记得有个法国作家就说过，他跟一个女人的这个感情啊，使点劲儿，他得等会儿啊，哎。就是说他跟一个女人的这个感情，我觉得就是说的就是说，这俩人呐闹了一辈子，就是没完没了，离了婚又在一起，离了婚最后他有一句话说，我们就是彼此之间的刀和伤口。就是其实要让我觉得，就像咱们你看有些这个艺术家，你会觉得他不消停，他就照世俗人讲，就是他强烈的爱，或者说就不能稳稳的就这么待着，就是我就觉得你别看他身躯瘦小，他这个能量啊，能量极强。你觉得你算作吗？不算作。我觉得我不算作吧，我觉得用作来可能就是那个作的程度是什么，但是我确实不是那么稳定，对，我不是一个稳定的能量场。但是你说我不稳定吧，我又有一个基础，其实我是挺冷静的，但是我90%是这样子的，对。你觉得他能量比你强吗？你也挺狠的。不一定，差不多，我觉得。对，就是我刚刚在想，你在说，你说你觉得疼到都不行了，你过一段平和日子，你会怀念的。不，你一定会，小徐，我们到时候再说。不，我跟你讲，就这个时候，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的，衰老限制了我的这个那个能量，就是因为不是因为我为什么那个不要这些东西了？因为它已经就是说人的那种求生欲啊，就是说，就是我那个东西如果再来，我估计我是那种直接就趴那儿了。但是这个能量，就像我们说，我现在不可能熬2天夜。对，我再去拍戏，对，老战士身体不行了，这是我做不到的事儿。对，我跟他相反。怎么说？
我现在能熬夜编辑拍戏对了。他以前是我小时候跟是我们完全相反。我们完全反了一个格。我特别神奇，我现在不知道。对，随着你越老，你的觉会越来越少的，好吗？不是睡觉那个少，我27岁之前也不吸烟也不喝酒的。对。他跟我一起拍戏，去我房间全是果仁，我的房间里面都是打坐那种，都不爱跟别人说话。我去找他，我说：“快点，你冰箱有可乐吗？”我打开冰箱，全是果仁，你看。他们玩这隔壁我也不去的，我特别有就是生涩那种，反正就是有点就是故意避开，反正我觉得我懒得交流，我是懒得。过了到现在我也能喝酒，并且我以前也是早上起来要念经打坐做瑜伽做一些热身持续几十年都是这样的。突然这2年我跟小勋讲，我说小勋我来了个新的东西了，他说怎么了？我说都不做了，这种形式我不要了，我要试试其他，我尝试了好长时间。晚上熬夜到2、3点，没事。不止2、3点，你现在2、3、4点完了就我在做一个观察，我在看我到底在经历什么。就我现在还在做这个阶段的观察。我早上起来，我就醒来这个完了之后，以前的脑子第一个念头是，今天状态不好，我要装作好。不，我现在只要说好累啊，好累又怎样？好累就这样就起来了，就完全不跟你那个劲儿相反。去了现场拍戏就是累。比如这场戏，脑子看那个剧本的时候应该是这么演的。对不起，我去了现场的时候我就是没劲儿。我觉得事实中这个劲儿能不能演到这个结果？会出现很多奇怪的关系。就不一样，这挺好的。整个人体验，我就现在我就看就是这巧妇，他们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我觉得谁管你一定要做好菜啊？就是我就有什么我就拿什么，就是接受了嘛。我接受，对，是吧？和解了。对，和解了，所以就成仙儿了这块儿。我没成仙，我还不行。但是你比如说，所以我说就说是咱们一般外人的很多问题，我就觉得呢，似乎呢在你们身上根本都不存在。你比方说，都知道小俊身边很多好朋友哈，这要是有时候你看我们组里就说，这你们好成这样，真的因为我了解你们，我就觉得我不会在意。但是我也特能理解，就是外人说的，就说难道这真不在意吗？这俩人好成这样，他们必须不在意啊，他们必须没辙是吗？不是，我们俩都已经这么好了。不是，问题是他都看到我们是什么状况，我们才来的嘛。谁知道有没看到的呢？不是他，就是他的朋友跟我的朋友是死党，我们是从2个死党变成了4个死党，完了就我们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身边朋友几乎都是一坨了。对，所以马云，你觉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就是好像有些咱们觉得普通吃个醋干嘛的，这些问题似乎不发生在他们这样的人之间。他当然也有他工作的特性，演员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社会阶层，因为你刚才就讲了，你不是你自己，你要演戏的时候，你要还是你自己，这个戏就没法演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被别人去看的话呢，他是按照我们就传统的世俗，你仔细看这个网上所有的跟帖，基本上都是按照世俗的观点去跟帖，然后他不相信，男女之间会有非常纯真的这种感情这种感情超越了一般的友情，但是达不到世俗的认为的那个爱情那么我们今天社会提供的各种讯息呢，实际上是在慢慢的改变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会出这种小型的这种就是完全家庭化的组织。这个雏形我在大概20年前我就说过。就是它会出现，就是若干个群体，它可能是4、5个，也可能7、8个、10几个人亲如家人这个雏形在新型的人际关系群落对，这种群落呢，在未来的日子里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为什么呢？它加入的人越多，我们先假定一个前提，就是这个组织是和谐的，不管你4个人还是8个人还是12个人，它是和谐的。那么如果你在一个和谐的范围内，可控的数量，你越大，你的价值就越大。为什么？很简单，我们过去认为家庭就2人，夫妻2个人，那你夫妻2个人各带自己那个方面的这个信息，比如女的就是女方的，男的就是男方的。如果再赋予社会学的这个角色的话，你比如女的是个医生，男的是个工程师，好，孩子有病
二话不说全是他当妈的管，家里哪儿坏了一定是我去修，不就这个道理吗？但突然发现你买东西很不溜，你这俩人他妈不会买东西老上当。好，4个人的家庭说这有一售货员，好他对商场特别了解，各司其职，各司其职，然后把自己的最大的能量发挥起来，那么这个东西就变得非常有价值。这种团伙会越来越团伙，这个不叫团伙啊！我现在就是没词儿，就是这样一个你这词儿组织很准确，就是这。我们今天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这叫组织吗？这不叫组织，它还没组织。团伙非常准确啊，对。那么他我们的群，比如说我们就叫好朋友们。对门啊，对，这个门里呢，它有一个价值是什么呢？就是一旦发生一个在社会上，就比如我发生一个问题哈，比如哈，我们家里突然有个病人，那么这里有一个人对医术非常了解，然后大家就会打电话问他，就说哎，这事你给我咨询，他说哪个医院好啊？什么？这是不是就变得非常有价值？听上去这人类就变成自立自救了。不要，但我觉得这是马老师说的是一个世俗的观点，但前提呢很有趣，是我其实也想过，就为什么那么融入？比如说小迅有一帮他小时候那帮朋友，我以为他把我拉进去的时候，我跟他们每个人见面就自然的变得非常的熟络，还不是因为小迅。就因为可能他喜欢的，或者说我喜欢的天性的骨性里面是差不多的，包括有些话题在我们这儿聊不用聊，就是这个，比如类似于说啊我没钱了啊，可能有些人私下就说啊你需要多少，大概其实就是这样的朋友。其实我们可能只认识1次2次，其实我们可能组建在这样一个朋友群的时候，都不是为了说刚开始，您说的是可能后面熟络了之后，刚开始触动的是来自于一个跨越过世俗需求和道德规范，另外的一个互相的默契和认同的价值观。你讲的特别好，我真的觉得就是说物以类聚啊，人以群分，就是说咱们平常要是关系远呢，咱要遵循世俗的很多规则，对吧？但是呢，你看你老会发现这个朋友圈。你比如小迅这个，我也是有这个感觉，就是大概在80、90年代的时候，在一起啊玩过啊，一起喝过、哭过、笑过，有过很多冒险的经历，而且呢，似乎大家混起哥们儿来，哎，还真的就是我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说你最后会发现呢，也未见得是他，你最后多年之后，你发现你的朋友圈啊，都是通过他认识的，认识了之后，你发现哎。咱们都能玩到一块儿，是的，对吧？咱们之间的这种义气也好，或者说感觉也好，说话的方式也好，怎么就那么对路？对，这就是团伙啊。对，他这个还有一个很根本的东西是他的认知一定要达到一个高度，这个高度简单的说啊，就叫宽容，就是能够容忍所有朋友的缺点，不说优点你不需要容忍，对吧？那么在这个大框架下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利益之间的一个平衡，你是愿意索取还是愿意付出？朋友圈里啊，我们现在把这个团伙放大，叫朋友圈里呢，有很多人进圈呢，就是为了索取。哎，谁也不是傻子。你比如我被谁拉进去的时候呢，我发现一个人对我很好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如果他是真的好，我是能感受的。对，他是一种假象的好，我就知道他后面还有一件事儿，他会来求我，对吧？这个不是我不能帮你做这个事儿，而是我不能感觉到我被你利用了，这就很难过。就因为每个人内心都特别敏感。那我们现在有很多小的，我们再缩到刚才我从朋友圈又缩到你那团伙里去哈。那么这时候最大的一个快乐是帮助别人。比如大家说我有一个难题怎么办呢？说你看这事儿撞我枪口上吧，我帮你办，我就有一道，马上就给你办了。你觉得特复杂一个事儿，我就是一个电话，这么简单。哎，那这个就体现了这个团伙的价值。对，哎，真的，我觉得我现在心里还有那个，就是说最好的朋友哈，他要是有个事儿求你，你也正好能帮上忙啊，特高兴。我都觉得有点像喝了酒一样，就是胸口有点热，真的，会有点那么个劲头，对，是吧？对。所以你看这个很有意思。你比如说，我发现咱们这个朋友圈啊。有时候喝了酒之后一介绍个新朋友，比如这陈坤，往往有一句话，也是个性情中人。对，哎，也是个性情中人。对，这玩意儿你要真的从逻辑上讲，性情中人按说也挺危险的，对吧？挺任性的嘛，是。但是好像我觉得啊，不光是一个性情中人，第一个咱们交往不是索取别的，对，是性情之交。
对。再有一个呢，往往也不是特 low 的性情。说实在话，这个人呢，他实际上是很敏感的，也很自省的，就很知道把事儿啊、把话呀说到哪个分寸上。我觉得这样的朋友太难了，对吧？对，但我他是迈过一块儿。你比如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尤其我们这代人，年轻的时候所有的团伙都是不计成本的，都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为朋友去打架，没有问过对错，没有也不问说为什么，就说被欺负了就出去了。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历练，那这个是包括整个社会的，叫商业社会的历练，然后就是各种利益关系，能够把这些朋友呢，就是亲疏远近就分开了。过去非常通过事件，通过事情，对，就分开了。然后迈上一个台阶的时候呢，这时候又缩到原始状态，我不问利益，不是我非得帮你这事儿要求你有一个回报。有时候人家觉得你帮我一事儿要这么大事儿，你帮我忙，我能不能怎么着？我说没那个意思，一点儿都没有。对，就对我就是有时候可能这事儿就很顺手，对吧？有时候你觉得很棘手的一个问题，那别人就是这事儿简单的要死，到我这儿就弄完了。对。所以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就说到咱们找不着词儿嘛，还得叫那团伙里的，你会觉得非常舒服。褒义词的团伙，他就非常舒服。那坤哥，你是不是这体会？那就是我自己认为，朋友是他有一种求同存异的某一方面的默契。当然，我觉得还有个更漂亮的关系是在于，我们只在我们默许的概念里，我们的艺术认知，包括追求和不断的改变。坤哥的团伙是要求进步的团伙。对，进步的。比如说，我跟小迅是真的会回来说，我们俩一起有一个尝试说，我们以前挑剧本都挑我们喜欢的。那天他说，快让我们接下来挑不喜欢那个角色，好好去琢磨。我们先不问我们为什么不喜欢，我们来认真研究一下。我说好，还有迅姐，我说我们接下来，我觉得不再演了，我尝试一下不再演是怎么样，因为这是要有勇气去尝试的。那我们是在这个方面是互相鼓励的。但是还有一点是，我觉得朋友里面对我的人性是一个考验。人性为什么看？特别是我身在这样一个职业，我觉得最真诚的朋友是梦寐以求的。这个梦寐以求不是外在别人来看，是当我的朋友好的时候，不是表现出来了我为你赞美，不是朋友圈里面那个，就我心里真的嫉妒还是为你赞美，这是考验我内心的。只有到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他才是我一辈子过命交情。这个。但是比如说认为的朋友，我要是发现他撒谎，那我就真的不行了。liar， 对，谁为什么这事儿这么重要呢？就重要就没有你，我们这么长时间你对我撒谎，为什么？连真都没有了，对，什么可能都是假的。对，啊，我觉得他要是撒谎，我就对，我也最怕这个。那对你来说哈，因为我发现呢，你从小就是一帮人在一块玩儿，这种关系对你来说特别重要吗？比如说，甚至比家庭还重要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知道这个是就像刚才坤儿说的，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小团队是挺上进的。对，团队啊，不叫团伙，团队。对，我们这个团队是挺上进的，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自暴自弃的人，基本上啊，就是我啊，而且他们都会随着成长，越来越有爱心，越包容。那互相之间发现不对付的，会直接说不好听的话吗？当然啊，直接说，但是不会说不好听的话。对，会直接说的。你觉得哈，就像你看，我发现很多他的哥们儿都说他身上有爷们儿的这一面哈，但是真的只有这个吗？其实我感觉他也有很江南女子的，很周到。反正他挺中性的，他阶段性，他就是我们演员下意识有人格扮演状态。我也会做饭啊，有一阵子我在说你优点，做饭是标准是吧？就是我们这个职业的人做什么饭，这不，你得说出来。你炒个什么西红柿炒鸡蛋也算会做饭吗？我会炖排骨。炖排骨啊，那已经算不错了。蒸鱼也不错了。你瞧瞧。我会。行了，能想起这两个就够了，不用再想了。你说最终这人是跟朋友在一起，还是跟男朋友，或者说就是跟家人在一起？因为我现在发现，就当年一起玩的很多人啊，他们有一种幻想，你看就是说，哎，
咱们老了，咱们弄一养老院，就咱们这些人永远在一起。是吧？咱们玩儿，找几个女护士，是吧？不是还要在旁边，不是还要在旁边弄一个孤儿？我们的版本是，老人院旁边是养个孤儿院，是吧？对。完了之后再做一个小的民宿，这样有人帮我们打扫房间，是吧？对。这个毕竟我们是往这个方向在推动的，是吧？对。到现在还在推动。对，你就说，假如这是真的，还需要那个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吗？是不是没有也无所谓？我觉得就看各自每个人的缘分。对。传统意义的家庭现在是大数据看就是减少的，国外也是这样。国外现在很多这种老人在一起啊，那起码就是价值观相等，买一个别墅，然后几对家庭住在里头，就这么互相的。他最重要的一点是精神上的慰藉。那小迅，你说你现在也感觉到了，就是说身体的一些限制，好像说人走在一个自然衰老的过程中啊。那你会幻想你的老年将会是什么样？是跟一个老夫老妻这样，还是说永远这帮朋友一直到老？我觉得是不是老夫老妻我不知道啊，但我觉得跟这个一帮朋友是最期待的吧。对，我也觉得挺有意思，就他好像有些人身上就有这种向心力。你比如说，我要宅着，好像也没谁需要我，对吧？但是呢，我总觉着每次见到小迅呢，他身边都有一些朋友，而且这些朋友好像都特别关心他，特别呵护他，就是也被他所娱乐，也被他所逗乐，对吧？就是你觉得他这种魅力是什么？就是真实啊。真实的人多了。不，看哪个标准的真实，并且我觉得小迅，你要说，因为没有一个人是100%所谓的真实的，因为在每个人理解真实的标准不一样。小迅已经是在我心目中最接近真实，他毫不隐藏他的喝醉了的样子，他没有当一个大明星的包袱，他没有像一个女孩子应该做一个事情的包袱，他自然呈现当下的样子的时候，我非常的尊重他。他像我小时候认为的那些修行人一样。我觉得就他身边可能是莫名，就是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啊。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朋友都是莫名其妙，其实是希望趋近于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人，或多或少还是有见人下菜碟的瞬间，看人说人话，看鬼说话鬼话的片段。但大部分时间里面，我看到的都是他的努力，他的性情，他的真实，他的坏脾气，他的优柔寡断，但是一切都如实呈现的时候，你会觉得 OK。我对你完全敞开，而且你知道什么吗？因为他想保护我的这个，让我就这样做。哎呦，那是真爱啊，那是真爱呀！所以有了真，有了善，它自然就是美啊。